人生迈入60岁，许多人开始感到手麻脚软，膝盖作痛，仿佛青春活力正在离我们远去。然而，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准备了秘密武器。今天就让我们揭开8种富含胶原蛋白的水果，这些水果将帮助我们促进体内胶原蛋白合成，重拾肌肉力量与关节弹性，赶走老化带来的困扰。第8名，蓝莓。虽然蓝莓的维生素 C 含量不如其他水果，但它富含强大的抗氧化营养花青素，这正是它入选的原因。别小看这一颗颗蓝色小宝石，它们可是胶原蛋白的隐形护卫。花青素能对抗体内的自由基，保护胶原蛋白不被过早破坏，间接维持皮肤弹性和关节健康。想象一下，在我们的细胞中有许多小士兵，蓝莓的抗氧化成分就是那些勇敢的卫兵，抵挡岁月和炎症对胶原蛋白的攻击。蓝莓对老年人的好处还不止如此。研究发现，经常食用蓝莓有助改善记忆力，减缓大脑老化，让我们头脑保持灵活。蓝莓也能促进微血管循环，增加四肢末梢血流，有助减少手脚发麻冰冷。长者常见的退化现象中，记忆力下降和末梢循环不良是2大难题，而蓝莓正提供了解方面，一方面保护大脑免受氧化伤害，另一方面加强血液循环，把营养送到手脚，使我们不只能走得动，还能想得清楚。最佳食用时间，蓝莓适合作为上午点心或运动后的小点，丰富的抗氧化营养有助缓解疲劳与肌肉酸痛。营养搭配，可将蓝莓加入优格、燕麦片或与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，如草莓、奇异果，混合成水果沙拉，营养加成，促进胶原合成。保存方法，新鲜蓝莓买回后冷藏保存并尽快食用，清洗后请尽速享用，以免放置过久变质。多余的蓝莓可平铺冷冻，日后加入果昔享用。注意事项，蓝莓性质温和，大部分人都适合食用，但因富含维生素 K， 服用抗凝血药者请保持摄取量稳定，不可暴食。蓝莓含糖量适中，糖尿病患者适量食用一般无碍，但仍需计算在每日水果分量内。第7名，柑橘类水果，包括橘子、柳丁、葡萄柚、柠檬等等。或许您会好奇，这些常见水果为何榜上有名？让我们把时光拉回航海时代，当时的水手常因长期缺乏新鲜蔬果而患上坏血病，这正是胶原蛋白缺乏的可怕后果。直到一位船医在船上引入柠檬和柳橙，奇迹出现了，水手们的坏血病痊愈了。原来柑橘类富含的维生素 C 正是制造胶原蛋白的关键，拯救了无数航海人的生命。维生素 C 是合成胶原蛋白不可或缺的辅助因子，足够的维 C 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粘合住组织，强化软骨、肌腱和皮肤。柑橘类水果中，橘子和葡萄柚每100克约含有3-40毫克维生素 C， 虽比不上奇异果或芭乐，但胜在容易取得。每天吃点橘柚就为胶原合成提供了稳定来源。不仅如此，柑橘中的类黄酮，如橘皮苷、柚皮素也功不可没。这些植物化合物能降低体内发炎反应，保护关节不受退化侵袭，同时加强微血管的弹性，改善循环功能。骨骼和软骨中的胶原纤维在这双重守护下更为稳固，难怪有人说每天1颗橘子，老来骨不酥。柑橘类对神经和肌肉也有间接帮助。维生素 C 能促进铁质吸收，让红血球把氧气带到全身，包含滋养我们的末梢神经，减轻手脚麻木的困扰。至于肌肉维 C， 参与肉碱的合成，有助于肌肉获取能量，减少无力感。而橘子里的钾离子则可协助调节肌肉收缩和血压，预防腿部抽筋。柑橘的清新香气还能提振精神，赶走老年常见的倦怠，让我们身心都充满朝气。最佳食用时间，早晨或白天吃点柑橘提振精神，饭后来几瓣柚子或1颗橘子，既解腻又助铁吸收。但空腹大量摄取柠檬等酸性水果可能刺激胃。营养搭配，餐后吃橘子当甜点，可与正餐蛋白质相辅相成，提升胶原合成。也可以泡杯蜂蜜柠檬茶，一边摄取维 C， 一边滋润喉咙。保存方法，新鲜橘子、柠檬等可放置阴凉处保存约1周，
冷藏则可延长至2周以上。剥皮后的柚子果肉应冷藏并尽早食用，以免维生素 C 流失。柠檬可切片，冷冻成冰砖，用于泡水保持风味。注意事项：葡萄柚是交互作用的大户，服用降血脂、降血压等药物的长者，请避免食用葡萄柚或葡萄柚汁，因为其中成分会影响肝脏酶，导致药效过强。柑橘类含糖适中，但果汁缺乏纤维，容易让血糖波动。糖尿病患者宜直接食用水果并控制分量。一些人对橙子或柠檬的酸感觉胃灼热，可选择甜度较高的柳丁，或将柠檬汁加水稀释。第6名，木瓜。一提到木瓜，您或许会想到丰胸美容的民间传说，然而木瓜真正的本领远不止如此。它之所以能够在排行中脱颖而出，是因为其内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特殊的酵素，可说是关节和肌肤的双料美容师。首先，木瓜的维生素 C 含量相当可观，每100克约有50-60毫克为 C， 和橘子不相上下。维生素 C 能刺激胶原蛋白合成，对于维持关节软骨和皮肤弹性很重要。难怪有人说，常吃木瓜，皮肤不怕松垮。除了维 C 外，木瓜那迷人的橘红色泽透露出它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、前驱物。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与黏膜健康，促进伤口愈合。对于上了年纪容易皮肤干痒、黏膜退化的人，木瓜就像一位温和的修复师，默默地帮助我们重建组织。更神奇的是，木瓜里的木瓜酵素能分解蛋白质。这种酵素对关节有什么帮助呢？当身体发炎或运动后，常有一些受损的蛋白质碎片需要清理，木瓜酵素有助于扫除战场残骸，减轻炎症反应。对于关节炎或肌肉酸痛的长者而言，吃点木瓜能温和地舒缓不适。同时，木瓜酵素帮助消化，提升我们从食物中吸收氨基酸的效率，确保形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充足。木瓜的其他营养也不容小觑，富含钾的木瓜可以帮助调节血压，预防腿部抽筋。含有叶酸与少量的维生素 E， 对神经系统和肌肤都有裨益。对于手脚麻木问题，叶酸不足有时是诱因之一，而吃木瓜恰好补充了叶酸，或许能改善神经传导的状态。此外，木瓜水分多，纤维足，有助预防便秘并排出体内毒素，间接减轻发炎负担，让我们的身体环境更有利于胶原蛋白稳定生成。最佳食用时间，建议在2餐之间或饭后食用木瓜。饭后来一片木瓜当甜点，不仅解腻，还能帮助蛋白质消化。晨起空腹不宜吃未熟青木瓜，以免刺激肠胃。营养搭配，木瓜可以与优格、牛奶一起打成润肤美容的木瓜牛奶。乳糖不耐者可改用豆浆，也可将木瓜拌少许柠檬汁提味，维生素 C 加倍，风味清新。保存方法，青木瓜可在室温放置果皮转黄变软再食用。熟透的木瓜需冷藏并在2-3天内吃完，以保新鲜。切开的木瓜以保鲜膜封好冷藏，避免与其他食物串味或滋生果蝇。注意事项，对乳胶过敏的人可能对木瓜也过敏，因为未成熟，木瓜含有的乳胶成分会引发不适。初次食用请留意，胃肠虚寒或消化不良者不宜一次吃太多木瓜。木瓜含糖量中等，糖尿病患者宜少量多次的吃，保持血糖稳定。如正在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血药，建议咨询医生意见。第5名，凤梨。菠萝。菠萝因富含一种特殊酵素，菠萝酵素也称溴化酶而与众不同。您或许有过被新鲜菠萝刺的舌头发麻的经验，那就是菠萝酵素在作怪，它正在分解您舌头表面的蛋白质。别害怕，适量摄取这种酵素对人体有益无害。事实上，菠萝酵素正是关节的天然止痛药和消炎师。菠萝酵素具有抗炎和促进循环的作用，对于关节炎患者，它能减少组织肿胀和疼痛，帮助恢复关节活动。德国早在20世纪就将菠萝酵素提取物用于医疗上，帮助术后消肿和运动伤害的复原，可见其消炎效力备受肯定。虽然吃几片菠萝所摄取的酵素不及药用剂量，但长期每日摄取有助于降低身体慢性发炎程度，对膝关节健康十分有益。除了酵素，菠萝还蕴藏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矿物质，
每100克菠萝含有约40多毫克维生素 C， 为胶原蛋白合成提供原料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菠萝中的锰含量惊人，一碗菠萝几乎可满足成人一天所需的锰。锰是形成骨骼和胶原的关键元素，参与多种酶促反应，以稳定胶原结构。对于骨质疏松或关节退化的长者而言，锰就像盖房子的钢筋，让骨头和关节更有韧性。菠萝也提供了维生素 B1， 对神经传导和肌肉能量供应很重要。对心血管方面，菠萝的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可保护血管内皮，预防动脉硬化。菠萝酵素对循环也有帮助，但菠萝带有相当的糖分，摄取过多可能增加代谢负担，所以享用菠萝时，甜蜜之余也要适可而止。最佳食用时间，菠萝宜在2餐之间或饭后1小时食用，避免空腹，以免菠萝酵素刺激胃壁。运动后吃几片菠萝，可消炎并补充能量，是天然的运动恢复点心。营养搭配，新鲜菠萝可以和肉类一起烹调，例如在菠萝苦瓜鸡汤中加入菠萝，不仅提味酵素，还能软化肉质，提升蛋白质吸收。保存方法，整颗菠萝可置于阴凉处保存数日，切块后的菠萝应冷藏于密闭容器中，并在2天内食用完毕，以免变酸走味。菠萝也可以冷冻保存，虽然酵素活性可能降低，但维生素仍在，可做冰沙材料。注意事项：口腔黏膜敏感者吃生菠萝可能觉得刺痛，可将菠萝块用淡盐水浸泡数分钟，以降低刺激。由于菠萝可能延缓血液凝固，服用抗凝血药物或有出血倾向者宜控制分量，避免大量一次食用。糖尿病患者则要注意菠萝的甜度较高，不可过量。第4名，草莓。可别以为它只是好看又好吃而已，草莓的维生素 C 含量甚至比橘子还高，每100克草莓约有60-70毫克维 C， 难怪营养师们说草莓是可以天天吃的胶原水果。高维 C 使草莓成为胶原合成的强力推手，帮助我们维持皮肤紧致和关节柔软。同时，草莓中还富含抗氧化物质，例如鞣花酸、花青素和各类多酚。这些成分就像皮肤和关节的隐形盾牌，保护弹性蛋白不被破坏，减少紫外线和自由基对细胞的伤害。经常食用草莓的长者，皮肤状态往往较好，皱纹也不易找上门，关节的灵活度也更能维持。草莓的好处远不止于美丽，它还是心脏和大脑的好朋友。抗氧化物质能帮助降低坏胆固醇，保护心血管，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。研究还指出，每日食用草莓可能有助于预防失智症。草莓多酚可清除脑部自由基，改善神经讯息传递，让记忆力衰退速度放缓。换言之，一碗草莓下肚，不仅养颜，还在默默守护我们的思维与健康。草莓甜美却热量低，含糖少，糖尿病患或控制体重者都能适量享用而无负担，并且草莓富含可溶性和不溶性纤维，有益肠道健康，稳定血糖，整体而言相当适合老年人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留意草莓可能带来的小麻烦，有些人体质吃草莓会过敏，尤其是儿童。此外，草莓含有微量抑制甲状腺素生成的物质，甲状腺功能不全者不宜过量生食。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，适量的草莓只有满满的好处。最佳食用时间，草莓适合在早上或午后作为加餐、小点心，补充维生素 C 和水分。由于草莓糖分不高，睡前嘴馋吃上几颗也不至于有负担，但记得饭后刷牙以保护牙齿。营养搭配，可将草莓切片加入沙拉或麦片，增添风味与营养。维生素 C 可以帮助谷物中的铁吸收，所以草莓和全谷类是绝妙的早餐组合。也可以和香蕉、坚果奶一起打成丝滑的草莓奶昔，在享受甜美风味的同时摄取优质脂肪，有助于吸收草莓中的脂溶性养分。保存方法，草莓非常娇嫩，购买后先勿清洗，直接铺纸巾置于冰箱冷藏，可保存1到2天，食用前再用流动的水轻柔冲洗，避免浸泡过久导致营养流失。吃不完的草莓可密封冷冻，日后制作冰沙或果酱。注意事项，如果曾对草莓或莓果类出现过敏反应，如喉咙痒、荨麻疹，请避免生食草莓。
可试着煮熟后再吃，以降低过敏风险。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长者不建议大量天天生吃草莓，以免其所含的抑制物质影响甲状腺激素合成。最后，草莓容易有农药残留，食用前请仔细清洗干净。第3名，奇异果。奇异果又称猕猴桃，在水果界有维他命 C 之星的美誉。平均一颗奇异果就含有约70毫克维生素 C， 黄肉的金奇异果更高达90毫克以上，堪称维 C 含量的佼佼者。如此丰富的维生素 C， 难怪奇异果能强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，帮助我们修补受损的软骨、韧带，让关节更有弹性，同时维持皮肤的胶原网状结构，减少皱纹生成。对经常膝盖酸痛或皮肤松弛的熟龄朋友来说，奇异果仿佛是一颗小小的绿色英雄，提供满满的复原能量。此外，奇异果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等抗氧化物质，可进一步保护胶原不受自由基破坏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正在岁月中风化的古堡，而奇异果的双重抗氧化守护正帮助我们抵抗时间的侵蚀。除了抗氧化，奇异果还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帮助肠道蠕动和排便顺畅，避免有害物质在体内累积而影响胶原生成。它的钾含量高，有助于控制血压，维持肌肉功能。叶酸则参与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，对手脚麻痹或神经功能退化提供一定的营养支援。最令人称道的是，奇异果竟然还与睡眠有关。台湾的研究发现，有睡眠困扰的长者每天睡前1小时吃2颗奇异果，连续几周后入睡时间明显缩短，睡眠品质大幅提升。对于老年人常见的失眠问题，奇异果提供了天然的解方。想象夜晚来上2片奇异果，如同给身体一帖温和的安眠补给，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白天关节僵硬、肌肉无力的情形也会随之减少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最佳食用时间，奇异果在白天或晚上都适合。白天食用可补充维 C， 提振精神。睡前1小时吃1颗，对部分人有助眠效果。若空腹食用奇异果，觉得胃部不适，可改在饭后或加餐时享用。营养搭配，奇异果与坚果同食，健康脂肪有助吸收其中的维生素 E， 也可将奇异果加入鱼肉沙拉。维 C 能促进胶原吸收。保存方法，硬的奇异果可先放室温催熟，与苹果同放，能加快熟成。熟软后移至冰箱，可再保存3到5天风味。切开后的奇异果应立刻食用，否则维生素 C 暴露空气容易流失。注意事项，部分人吃奇异果会有口腔刺痒不适，这通常与其中的酵素有关。若您有此情形，可避免生吃或改吃奇异果制品。奇异果含有相当的维生素 K， 正在服用华法林等抗凝血剂的长者定量食用无妨，但不宜暴食或忽然停食，以免影响凝血功能。另因奇异果性寒，多食可能导致腹泻，肠胃虚寒者应适量为宜。第2名，芭乐、番石榴。在台湾路边随处可见的芭乐竟然荣登榜眼，您可能感到意外，但芭乐真的是被低估的胶原水果冠军之一。特别是红心芭乐，内里红润多汁，不仅讨喜，还藏着让人年轻的秘密。芭乐的维生素 C 含量惊人，一颗中等大小的芭乐约100克就含有将近200毫克维生素 C， 这相当于4-5颗橘子的维 C 量。维生素 C 足够时，胶原蛋白的生成如虎添翼，皮肤的弹性纤维和关节软骨都能得到源源不绝的修补材料，对抗皱纹、预防骨关节炎，芭乐都能出一份力。芭乐还富含其他养分，全方位支援熟龄健康。首先是它的番茄红素含量高，特别在红肉芭乐中更是丰富。番茄红素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，能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，预防胶原流失，也对心血管有益。芭乐就像藏着一颗红宝石内核，在体内清除自由基，让血管维持弹性，血流通畅。其次，芭乐是当之无愧的纤维之王，满满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健康，促进排便顺畅，减少体内发炎反应，有利于胶原蛋白稳定，存在于关节和肌肤中。再来，不得不提芭乐的微量营养素，它富含钾元素，有助控制血压，预防肌肉痉挛，也提供镁元素，帮助肌肉放松，
提高睡眠品质。芭乐所含的叶酸和烟碱酸等维生素 B 对神经系统和大脑健康有益。更棒的是，芭乐热量低，糖分比很多热带水果少，是糖尿病患也能适量摄取的水果之一。种种优点使得芭乐虽然评价普通，却堪称营养超群。最佳食用时间，芭乐适合白天当点心或饭后2小时做加餐。2餐之间吃芭乐能稳定血糖，不至于造成血糖骤升。晚上不宜一次吃太多芭乐，因为纤维丰富，可能让肠胃蠕动旺盛而影响睡眠。营养搭配，芭乐可以连皮带籽一起吃，吸收最多营养。但如觉得果籽太硬，可酌量去除，可以搭配少许梅粉提味，注意梅粉含钠别过量。也可将芭乐和苹果、柠檬等打成果汁泥一起喝下，不要滤渣，才能摄取到全部纤维。保存方法：未熟的青芭乐可先至室温，让果皮转淡黄再吃。熟成后冷藏保存，可延长新鲜度至3到5天。已切开的芭乐用保鲜膜包覆冷藏，并尽快食用，以免氧化变色。想长期保存，可将芭乐切块后冷冻，下次打果汁时加入。注意事项：芭乐籽较硬且多，消化功能弱或有消化性溃疡的长者，吃芭乐时可酌量去除部分果籽，以免刺激肠胃。肾脏病患由于需限制钾摄取，芭乐属高钾水果，应事先咨询营养师意见再决定食用量。芭乐虽好，也不可过量，否则过多纤维可能导致腹胀不适。顺带一提，芭乐籽会造成阑尾炎，只是民间说法，正常食用下籽能消化排出，适量咀嚼，无需过度担心。第1名，鱼肝子，印度醋栗。终于来到第1名，这个冠军或许有点冷门，但它的实力绝对令您信服。鱼肝子又称印度醋栗，自古以来被视为长寿圣果，在印度传说里，它是天神赐予人类的礼物。阿育吠陀草药医学更将鱼肝子奉为补养圣品。别看鱼肝子其貌不扬，营养价值可用惊人2字形容。一颗新鲜鱼肝子直径仅约3公分，却蕴含高达数百毫克的维生素 C， 估计100克鱼肝子含有维 C3 400毫克，这是天然水果中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的之一。因此，在印度传统医学中，鱼肝子是抗老配方的核心成分，被认为能固本培元，延缓衰老。大量的维生素 C 让鱼肝子成为胶原蛋白合成的超级引擎，无论是修复关节软骨、强化骨骼，还是抚平皮肤细纹，效果都相当显著。除了维 C 以外，鱼肝子还含有协助胶原形成的微量元素铜。铜是人体胶原生成酶的关键辅因子，缺铜会导致胶原结构松散不牢固，而鱼肝子中适量的铜就像为胶原纤维架构加入钢筋，使其更坚韧牢固。再加上鱼肝子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，如鞣花酸、绿原酸等，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。一方面减少环境对胶原的侵蚀，一方面抗菌消炎，加速伤口愈合。对于常见的老年人关节发炎、皮肤干痒或伤口愈合缓慢等问题，鱼肝子都能发挥辅助改善作用。鱼肝子还有助稳定血糖代谢，血糖稳定了，神经末梢就不易受损，可降低糖尿病引起的手脚麻痹风险。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对大脑也有保护作用，有助维持记忆力。鱼肝子也能减少运动后的氧化压力，促进肌肉修复，长期有助维持肌肉力量。可以说，小小一颗鱼肝子对皮肤、关节、神经、肌肉、血管、弹性等各方面都带来令人惊叹的注意。然而，要享受鱼肝子的好处，我们得克服它那强烈的酸涩滋味。直接生吃鱼肝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酸的眉头直皱，但过后又有一丝回甘留在舌尖，滋味独特。印度人喜欢将鱼肝子制成糖渍蜜饯或酸辣腌制品。在台湾，有些传统客家菜也会少量加入鱼肝子入汤提味。现代则有方便取得的鱼肝子干片和鱼肝子粉，可以泡茶或制成饮料。无论哪种方式，只要能设法把这颗小果子吃下肚，就等于把满满的青春养分送进了身体里。最佳食用时间，由于鱼肝子酸性强，建议随餐或餐后食用，避免空腹刺激胃。例如午餐后来一杯鱼肝子茶，有助消化又补充维 C。
营养搭配，觉得鱼干子太酸涩时，不妨与其他水果同食，可以将少量鱼干子汁混入橘子或苹果汁中，调和酸味，酸甜适口，又强化维生素含量。也可将鱼干子干片加蜂蜜冲调，做成酸梅汤风味的饮品。保存方法：新鲜鱼干子较少见，若买到可风干或秘制保存，以延长赏味期。鱼干子干片请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，防潮避免变质。已开封的鱼干子粉末则需密封冷藏，并尽早用毕，以确保活性。注意事项：鱼干子属寒性且酸涩，胃食道逆流或消化性溃疡患者要小心食用，以免诱发不适。它也有轻微降血糖和抗凝血作用。正服用降血糖药或抗凝剂的长者，食用前最好咨询医生。一般健康的银发族适量食用是安全的，但任何食物都忌过量，鱼干子也不例外。过多可能导致腹泻或矿物质失衡。现在是否仿佛完成了一次环游世界的探索之旅呢？从本土平价的芭乐到传说中的印度圣果，每一种水果都各有千秋，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不同层面的支持。年过60，身体的胶原蛋白像沙漏般渐渐流逝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透过饮食来减缓这个过程。维生素 C、抗氧化物、酵素、微量元素，大自然以巧妙的方式将这些成分封存在鲜嫩多汁的水果中，等待有心人去品尝、去吸收。当然，光靠水果还不足以逆转岁月，我们也需要均衡的蛋白质摄取和适度的运动。毕竟胶原蛋白的生成还需要充足的氨基酸原料和刺激。但水果无疑是最甜蜜的保养品，它们让补充营养变成一件愉快的事。每天一点一滴累积，好处将在未来慢慢浮现。当您神采奕奕地牵着晚辈散步，步履轻快，关节灵活，别人一定想不到您的青春活力竟来自餐桌上的水果。现在就把大自然的馈赠融入餐盘，向手麻脚软说再见，迎接腿脚回春的自在人生吧。